圣诞岛，一个相当于新加坡1/5领土的岛，竟然被澳大利亚给吞了，现在已经被澳大利亚打造成重点国家公园。大家都知道，新加坡已经够小了，却还要再割135平方公里给澳大利亚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你或许会感到奇怪，澳大利亚的领土已经排在世界第6了，还不够吗？人口才2500多万人，比马来西亚还少啊，却还要跟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抢领土，这也太欺负人了吧？是全心不让人活了吗？这就让我想起了普京大帝的一句话：俄罗斯的领土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，但没有一圈领土是多余的。在新加坡独立前，它的领土或管辖范围不只是现在这样的版图而已，它在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南部还有2个群岛。第一个群岛就是科克斯群岛，面积约有14平方公里。根据2016年的人口普查，该岛总共有544人。该群岛于1955年11月23日从新加坡割让出去，成为澳大利亚的领地。1984年正式并入澳大利亚的版图。第二个是圣诞岛，面积达135平方公里。该岛距离爪哇岛有340公里，距离新加坡有1310公里，而距离澳大利亚大陆约有1540公里。根据2016年人口普查，圣诞岛上的1843名常住人口，其中华裔是最大群体，达到21.2%， 澳大利亚裔则有12.7%， 而马来裔则有12%， 还有其他的少数民族族裔。而在家用语言方面，使用英语来沟通的达27.8%， 而使用华语来沟通的则有17.2%。在宗教方面呢，根据2016年数据，伊斯兰教已经超越了佛教，占据19.4%， 这是当地的最大的宗教。在1643年，一名英国人名叫威廉·麦纳斯船长在圣诞节发现了这个岛，因此被命名为圣诞岛。后来，英国在1888年占领了这里。1946年时并入了英属海峡殖民地新加坡。圣诞岛随后由新加坡代表英国政府进行管理，新加坡的法律也适用于该岛。新加坡还任命了一名地方官员来维持岛上的法律和秩序。圣诞岛每年为新加坡海峡政府赚取了120万美元的收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尼克斯，一个专注于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话，现在是时候订阅了，还要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，我会每周更新。上一期我们已经谈到了新加坡为何把军队部署到海外呢，而不留在国内进行防卫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看的话，请按上面的链接去看呗，或等下来到我的频道找也行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来谈谈为什么澳大利亚要吞并新加坡的领土呢？二战后，英国的海峡殖民地就此解散，新加坡就成了直辖的殖民地，并代表英国政府继续管理圣诞岛。到了1950年，新加坡逐渐有独立并加入马来西亚的倾向，而且在澳洲当局强力游说之下，英国于1955年强行将科克斯群岛从新加坡分离，并划给了澳大利亚。1958年，再以290万英镑的低价将圣诞岛卖给了澳大利亚。自此，新加坡就损失了1/5的领土。这290万英镑是给新加坡的，作为磷酸盐矿收入损失的补偿。看清楚哦，是收入的补偿哟，不是领土补偿哟，嘿嘿。因为澳大利亚不承认这个是新加坡的领土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于1957年12月13日下令将圣诞岛与新加坡分离，该命令于1958年1月1日生效。1958年10月1日，依据1958年圣诞岛法令，圣诞岛正式移交澳大利亚管理，成为澳大利亚的海外领地。因此，每年的10月1日也成为当地的领地节。你或许会感到好奇，作为澳大利亚的祖宗日不落帝国，在全球有那么多的殖民地，为什么澳洲偏偏要分一个这样小的小岛呢？到底有什么吸引力呢？难道是因为要独占圣诞岛上的红虾吗？哦，抱歉，不是红虾，是红蟹才对。这是一种仅在印度洋上的圣诞岛和科克斯群岛才有的一种陆蟹。每年的10月底，当热带雨林大雨来临时候，红蟹被开始了艰苦的长途奔袭，几百万只红蟹集体大迁徙，
这场面非常壮观。在迁途中，红蟹群密集地布满往海岸的路径，这也是该岛的游客高峰期，因为大家都想目睹这种独特的风采。这5到7天的迁途期间，他们要跨越公路、铁路这种危险的地段，还要应付大于90度的山坡。当地政府为了保护他们，特地修建了红蟹专用的野生动物通道，甚至在迁途的高峰时期，特地关闭公路和铁路，让路给红蟹。圣诞岛的红蟹1年1度的大迁徙，为的是繁衍生息。这里我要提醒你哦，这种红蟹是不可以吃的哈，它身内有一种毒性的元素，会把人体的肠道黏膜给破坏掉。所以下次到圣诞岛的旅行时候，记得要小心啊！当然，这些红蟹不是澳洲想拿下圣诞岛的原因，真正的原因是磷酸盐矿。鸟粪含有大量的磷酸盐，非常适合给农作物施肥。1888年，英国人发现了这片奇妙的粪便资源，并吞并了该岛，并与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劳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定居点，在那里开采磷酸盐和其他矿物，还成立了圣诞岛磷酸盐公司 CIPCO 来收集这些白色物质，也就是大便啦。这当年为新加坡贡献了每年约120万美元的收入。这是当年的美元价值哦，不是今天的120万美元哟。新加坡政府通过征收出口税来提高磷酸盐的价格。圣诞岛每年可生产多达33万多磷酸盐。在第2次世界大战时，该岛的丰富磷酸盐矿和战略位置，使其成为2战期间的日本的目标。1942年3月31日，大约850名日本军队从海上抵达并占领了该岛，并重新开始磷酸盐矿的业务，为日本帝国生产有价值的肥料。1945年8月，日本投降时，剩余的士兵离开了。同年10月，该岛重新被英国占领。1948年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275万英镑的价格，从圣诞岛磷酸盐矿公司 CIPCO 手中收购了圣诞岛的开采权。此后，圣诞岛的磷酸盐委员会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共同拥有。他还赶在新加坡的宪法出台之前，向英国提出领土割让的要求，以确保他们未来能够继续获得磷酸盐的供应。因为他们担心新加坡有可能把圣诞岛纳入该国的宪法，视为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那后续就麻烦了。该委员会还表示，在新加坡的首部宪法出台前，将圣诞岛的主权移交澳大利亚，是符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共同利益。现在磷酸盐矿的开采依然是圣诞岛的经济支柱，另外旅游业也正成为日益重要的行业。该岛约70% 的面积已经被划为国家公园，拥有独特的动植物资源，能看到全球仅有的圣诞岛红蟹大迁徙，良好的潜水、捕鱼设施也吸引众多游人前来观赏。在2000年，岛上约有90家的旅馆。圣诞岛有国际机场，可以从澳大利亚的珀斯前往，也可以从印尼前往。2020年，澳洲政府还把圣诞岛作为隔离站，把所有海外撤回来的公民都安置在圣诞岛接受隔离，过后才能登陆澳洲本土啊！你看，这摆明就是一块宝地嘛，这对新加坡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啊！这块领土在新加坡首部宪法出台前就被澳洲先人一步给夺走了，而新加坡当时也还没有独立，没有能力出兵捍卫，时任领导也因此支持度大跌啊！如果此时圣诞岛和科克斯群岛还在的话，新加坡所面对的领土压力或许会小一些，人民的生活品质肯定有所提升，军队也许就不用到处驻地进行训练了。而且该岛的战略位置很重要，无疑是悬在雅加达头上的一把剑啊！如果把它打造成军事基地的话，你觉得呢？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让我们一起交流吧。好，我今天就分享到这。喜欢的话，欢迎你订阅、按赞和分享，还有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哟，我会每周更新。如果你想知道为何新加坡的军队需要被部署到海外，而不在国内进行防卫呢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看上一期的作品。好，我是尼克斯，尼克斯，我们下期见，记得订阅哦，拜拜。